官方或者呢很多的不同族群在一起沟通的语言叫官方。所以你看，这次国家语言会议里面呢，它的会议呢，主要呢变成以台湾台语和手语呢为主，而且里面的这个等等呢，他们要开会用的这个语言呢，基本上就是手语跟他所谓的台湾台语。我刚刚讲，官方语言呢是很多不同的族群语言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要用的语言叫做官方。所以呢，他等等开会的语言呢，事实上本来应该用官方语言才对，不能用台湾台语。然后我又想起这几天民进党的党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我们赖总统呢还刻意的呢用所谓的台湾台语呢，从头到尾在发言。我觉得呢这也是违背了官方语言使用的那种规则。在那种场合，其实你一个党的一个会议，这党里面不是只有某一种语言的人，有好多种语言的人，所以呢，你那时候呢也要用官方语言才对。好，为了呢搞清楚这种不用官方语言而用自己私民族的语言来让人家心里不舒服的这种状况，好吧呢，我就改为用客家话来发言，你们去感觉上听不懂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要不然呢，主要就跟也就讲台湾台语一件事情，或者我一标语讲是独霸一党情绪的事情。30-40年来，其实不止几百个年来，很多台湾这边的，就是讲官方呢，我们都讲呢，普罗话呢很多台湾闽南语，客话呢就很多台湾客家话，原住民语的台湾原住民语。其实我们已经很谦虚的接受了，加上台湾2个字，大家呢才能够融合团结。结果呢，冇機會呢，要哪改講普羅話呢，做唔到很多闽南語，啱了很多台語。當然，用台語來單獨稱，就是到某一坊間，又拿了大方的台語，變到很多台灣台語。其實真係行業來看啊，換到台灣台語，真係不得不起的一個話啦。冇人愛人學呢啦。其實台灣客家語呢，就按到台語，台灣閩南語呢沒按到台語，台灣原住民語呢沒建成台語。按簡單按清楚的事情，結果呢叫做啱啱按到台灣台語來認同呢普羅話，也係行業呢個感情嘅講人冇辦法接受啦。故係也喺民間來講。大家講台語，冇法講啊，也係一種民間習慣呀，民間呢個感情嘅問題。但係唔到官方嘅公文啊，也係大家從他黐線嘅傳翻人嘅消息，俾大家知嘅嗰種情況，唔知做唔定啊，用台灣台語按呢個稱呼，甚至於呢，廣東用台語未做唔定，一種講嗰邊啦，民間呢係冇法講民間用來個詞語用的，就像行業的中間還講好多年很多誤解會那你隨便你自己產生出來這個也按呢情況呢，他講呢動表，或者要不然呢出來抗議尤其還有人呢這個科技一條抗議嘅飛，也係講呢教育部講下一擺嘅。台灣語言的認證考試，其中拿了改名，本來按照台灣閩南嘅認證考試，其中拿改了台灣台語認證考試，也係當對於客家人來講呢，也係當態嘅出現不過入去文化部呢，入去睇呢是要常常呢講按照台灣台語嘅屬於嘅國家語言嘅特點。就冇講客家話呢，你都要讀講；冇講客家語呢，你都要讀講。不過他講的
天一拜呢出嘅人都唔同，呢度今年咁位出嚟抗議嘅做法。係像以行業嘅標準嚟講，早期1988年萬我們嘅運動呢，大家呢都提出嚟講，要你嘅嗰種公平性，你嘅平等性當中。當然，當時執政的政府有一黨專政啊，對客家話呢，或其他方言呢，都全力的打壓，不准呢等呢都共享場所，有學校地方呢去講自家嘅母語。佢說幾擺呢係按嘅運動，我亦係用幾擺我也有意參。廿擺呢，我經過32年呢，難得講是有個我共黨嘅新嘅政府出來，佢咩嚟咩去呢？右邊呢，我講國家語言呢，佢嘅呢，我所講嘅蘇維埃團結、蘇維埃台灣團結啦，我睇佢係佢台啦，佢廿擺按呢個做法，講出按照台灣團結啊，佢就係想喺呢擺官方嘅語言呢，就係台灣團結啦，係按嘅。呢個按嘅情況呢。喺度切當就冇辦法呢，去入數嘅，嗰個入嚟行出嚟呢抗議，希望呢有語言嘅問題啊，後擺呢恢復到很多台灣閩南語，唔好呢很多稍微後退一點。會讓你拍。喺度按照抗議發通呢，其實唔係警備啲，警備係先講出嚟同大家啲。講客家機呢對按呢個政府呢冇辦法接受，係像喺呢擺溜溜縮縮，不講文化部幾個冇哪改嚇，有一個行政院，有一個甚至總統府，嗌到呢中央去抗議多大，有一個語言呢個嗰種名稱呢，都民主沙地做唔得呢，用按呢方式呢去進行，好，我像我嘅提出嘅發言呢，他們都在按。好，那個5號區的區長因為政府要來接受那個陳情書，我們向給羅兆景羅教授羅博士哈。是不是他帶着你？可以。OK。我们这个警备用的那个，那我刚讲的也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个其实也跟这里面的差不了多少，我是综合了那里面的想法这样写出来的。不过我要简单的讲一下，我们第一个呢，希望文化部呢能够把那个台湾台语的名称改掉，改为。当然，我是希望的，在录了几十年，大家都用的台湾闽南语，那个也是大家的还可以的一个公约数。那台湾台语呢，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啊。教育部那边我们也要去抗议这件事情，这是最主要的啊。第二个呢，主要的就是开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不应该呢只有某一个族群的这个会议。而且也不能分群来开，这样不合理。你要大家一起讨论，这才是国家语言发展。所以以后，当然今年呢，也许怎么方式来补助，我就不敢说了哈。但是以后呢，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一定是各族群语言的人都要一起参与，这样才能谈出自己国家语言发展的方向吧。好，我们的主要的抗议就是2点。表态一下，请市长表态一下，我们想听，好不好？那个市长这个百忙当中我就问2个问题了第一个，
文化部按照国家语言发展第5条，它是叫主管机关啦哈。那既然开第2次的这个国家语言的叫语发会了哈，怎么会把客家语跟原住民语哈这个排除在外？是不是请部长跟那个在场的记者乡亲说明一下？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实施这个闽南语考试啊，我以前是校长了哈，已经12年了哈。那怎么会把台湾闽南语认证考试准备？因为6月6号一个立法委员啊陈培仪的质询就要启动这个公告哦，准备改。他把闽南语改成台湾台语，请问他的法律的依据、学术的理论，还是说整个的依据程序什么？哦，这2个问题在百忙当中，请我们理事长哦跟乡亲朋友或记者朋友们说一下。好，安志生。好，我们各位今天在这边聚集的客家乡亲朋友，好，大家早安。早。我想我们要表达的第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目的是要去弥补过去政府不恰当的语言政策，导致我们有非常多的国家语言都濒临了失传的危机。今天在座各位，我相信大家都是想要保存我们客语，好这样子的心情而来这里的。所以文化部绝对尊重各个国家语言对于自我保存、自我一个意识的这样子的尊重。好，第1点。那第2点，今天召开的这一场会议是大会之前的分区论坛。好，那大会一定会涵盖所有的国家语言，这个请各位乡亲放心。好，我们大会10月26、27号会，这个大会一定还能。那只是先前的分区论坛的时候，我们目前的确只有安排了没有主管机关的台湾台语、台湾手语跟马祖语。那昨天客委会主委，好，客委会主委跟原民会都有跟我们沟通过了，大家都觉得在分区论坛的时候，还是应该集合各个部会的力量，一起把分区论坛办得更周全、更圆满。所以我们已经讨论好，我们会加开比照台湾台语的这个场次，我们会加开跟客语的专场，也会加开原住民语的专场，在这边跟各位做这样子的报告。那我想国家语言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关心。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恢复我们各自的国家语言。好，以上报告。台湾台语，文化部还是用台湾台语，可见他心里已经有底。抗议！对不对？抗议！闽南语不能用台湾台语，闽南语不能用台湾台语。我们是台语文化部，下台。人也是台湾的一份子。对，台湾台语。好，谢谢市长来听我们的声音跟抗议哦。就针对第2届的国家语言发展会议，那么2021呢，每个场次是同主题，各个族群共同讨论哈。那这是2021的一个方式，其实是落实一个语言平等。但是我们今年的2024，那因为先前的一些情况，那以今年来说，我们的诉求是必须由文化部的高度来举办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原民跟客家的专场，必须是文化部的这个高度来主持的，来主办的，而不是客委会或者是原民会来补办哈。那我们的诉求，我再强调一次，就是语言平等必须是由文化部的这个高度来，客家可以原民我们可以同场的一个。是，必须是文化部来主办。那希望从第3届开始，由刚才我们罗教授所说明的，应该是各族群共同来召开。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侦办，因为时间上我们办过会议的人都知道，下一场是
下一场是8月17，你不可能这么快的一个如果是放在现在的插进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刚才说的诉求是另外课跟园的专场。那专场办几场哈？如果按照一个分布的原则，去年7场，那今年的2024的安排呢是2场，就是马祖语是有2场，然后闽南语手语1场在台中。那么闽南语有4场，其中1场就是今天。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原则，那我们的诉求也是至少是北中南东一样的，至少4场。谢谢次长。所以次长确定是可以答应我们北中南东各1场，是好，乡亲都有听到，对不对？对。好，那台语绝对不等于闽南语。对，但是我们最 care 的事情就是台湾台语这个事情。好，那希望是说好好沟通。好，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没有讨论，没有讨论，对，就是没有民主，私自改、擅自改。而且放在正式的文书里面，这是形同代表国家的文书，这是太过分了一点。公然违法。好，所以这是暴力，暴力，这是族群暴力，沙文暴力，心态偏差，这是沙文暴力，撕裂台湾。文化部已经有定论，它就是定为客家人拒绝使用台湾客语。这就是暴力！我们希望文化部是，我知道，我们希望文化部是真的有文化素养的部，可以吗？好，不能够用这种暴力的文化，可以吗？市长，好，市长，暴力方法，这个会议也沟通就是暴力。第1次会议就已经不通过了，为什么还有第2次？市长，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市长还没有，好，各位乡亲，停，好，我们冷静一下，刚刚次长已经答应了北中南东，原住民跟客语同时加开，这是我了解，那台湾台语的问题，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加以改善，没有讨论，没有民主，如果再不改善的话，我们下一场就不是在这里了，对不对？对。大家一起努力。下一场，希望改变嘅话，冇多亚比的，做得嘛？好。你有参加那个语言会议的，赶快进去哦，他9点到9点半，剩下5分钟，赶快报。